啊，早上好，上第一，还是一如既往的风和日丽呢。再来看看远处的上第一城堡吧，将军，太美丽了，家人们。将军，怎么了？大呼小叫的，不好了，德军要突破凡尔登防线了。战役头2天纷至沓来的战报，并没有让霞飞太过担心。他照例在上第一宫殿里19点去睡觉，早上再准点起来，然后喝上一大杯牛奶，中午又独自吃下一整只鸡。一直到23日，战报已经糟糕到了法军总司令部的参谋们也无法掩饰的程度。霞飞这才派出自己的助理参谋长克罗戴尔去凡尔登看看。克罗戴尔作为军人，有着政府要员应该具有的一切优秀品质。第2天下午，他打来电话说，前线一切安好，德军的进攻已被迟滞，我们甚至可以发起反击。终于那天夜里，绷不住的法国中央集团军司令德朗格勒德卡里打来电话，说整个法军前线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希望批准撤出沃埃夫尔平原，收缩防线。霞飞模棱两可地回答道，你自个儿看着办吧。朗格勒将军冷汗直冒，因为他知道当霞飞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按照惯例，法军很快就要为法尔登的灾难找替罪羊了。1个小时以后，霞飞的参谋长德卡斯特尔罗带着3名将军来访，再一次强调了法尔登前线的吃紧。11点，卡斯特尔罗又一次敲响了霞飞办公室的门，因为前线又进一步的告急。可是这位法军总司令已经呼呼大睡了，勤务兵打死也不让参谋长过去，说总司令严令任何情况都不可以打扰他的睡眠。在法国最危急的马恩河战役期间，他也是这么干的。卡斯特尔洛最终强行闯了过去，砸响了卧室的大门。霞飞穿着睡衣，睡眼惺忪地走了出来，听着参谋长汇报形势的严峻程度，要求赋予他全权，以亲自赶到前线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霞飞漫不经心地答道，随便你吧。这就是法军最高总司令在法尔登灾难性的前5天所做的所有事情了。不过卡斯特尔洛还提了一个建议，要把作为总预备队的第2集团军立刻调往凡尔登防守，而第2集团军的司令正是亨利·菲利普·贝当。这个调任实在是来得太过突然。当集团军司令部在晚上10点收到贝当的第1封任命令的时候，参谋们都震惊不已。明天8点就要向霞飞报道，可将军既不在办公室，也不在宿舍，到处都找不到他。这位法兰西未来的英雄竟不知所踪。幸好贝当的副官塞里尼上尉非常称职，对于这位上了年纪的老光棍的生活了如指掌，连夜驾驶1辆车全速飙进巴黎，闯进了巴黎北站车站大酒店的门。此时已经是凌晨3点，酒店老板娘起初坚决否认贝当光顾过这里。塞里尼试图唤起老板娘的爱国情操，这可是对法兰西生死攸关的事。最后老板娘不情不愿地带塞里尼上楼，来到一间客房的门口，门前地板上摆放着将军的黄色长筒靴，旁边还依偎着一双特别精巧秀丽的女士拖鞋。副官敲开了将军的大门，贝当穿着可以想象的最少的布料出现了。就在灯光昏暗的车站酒店走廊里，塞里尼传达了霞飞的任职令。黑暗的卧室里传来轻轻的啜泣声。贝当对突如其来的命令表现得很冷静，让塞里尼在酒店里另开一个房间稍作休息。第2天早晨和自己一起赶赴法军总部。至于贝当自己，在当天夜里还有未尽的使命，于是回房间继续战斗了。这就是法兰西未来的英雄贝当的初次登场。那么这位60岁的老光棍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贝当出生于一个底层的农民家庭，许多老实巴交的农民习性伴随着他的一生。贝当的大多数同时代人都清楚在第3共和国里怎样才能获得晋升，因而对政客们曲意逢迎。可贝当敢当面骂普恩加莱总统，法国总统阁下本人应该最清楚不过，法国既没人领导也无人管理。当遭受到政客攻击的时候，隔壁的霞飞会把自己缩成一个球，什么话也不反驳，而贝当会当场骂回去。无论是当普通军官还是当元帅的时候，贝当和政府的关系从来都不好。议员阿尔贝佛里直言不讳地说，贝当就是个狗杂种，他很强势，但他对任何跟军队和秩序无关的东西都是负面的看法，他只会看到议会制度的缺点。自然而然的，贝当没什么人赏识他，
升迁的机会也轮不到他。他当了5年少尉、7年中尉、10年上尉，等到58岁的时候，他只是一名上校。只要不出什么意外，他大概就会作为一名无名上校退休。贝当已经在圣奥梅尔城的郊区买了一栋小房子，准备就这样度过余生。他也不是没向心仪的女人求过婚，可一眼就被岳父看出没什么前途，给赶出来了。但或许正因如此，当其他军官和政客厮混的时候，贝当竟然真的潜下心来去研究布尔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经验与教训。他得出了一个简短却是当时许多军官都意识不到的结论：火力能杀人。这简直是异端邪说。当时的法国社会都沉浸在为普法战争复仇的情绪之中，军队从上到下都信奉格朗梅松进攻主义，进攻永远都是最好的战术动作，遭受攻击也必须死守阵地，丢失阵地也必须立刻反击夺回。而贝当则简直就是孙子兵法的完美执行者。故用兵之法，10则为之，5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弱则能避之。没有5倍的兵力，贝当绝对不会发起进攻。只要敌人比我火力猛，他就一定会撤退。贝当也信奉消耗战，但他的观点跟霞飞和黑格完全不一样。他俩认为协约国比德国拥有更多的炮灰，只要能拿大头1换1，长此以往，德国必败。贝当却说，不能拿人命去拼物质，消耗战应该消耗的是火炮、炮弹和物资。尽管他是步兵出身，却和拿破仑一样善用火炮。据说贝当在阿图瓦攻势期间亲自指导每一门大炮的摆放位置。在战争学院做教官的时间里，贝当的课是最不受欢迎的。别的教官都会激昂地高喊着为法兰西复仇的口号，激励学生们向德国佬发起无谓的冲锋。然而贝当却在摆数据、讲数学，令人昏昏欲睡，一点激情也没有。贝当的学生给他起外号叫精确先生。幸好贝当也有自己的一名信徒，对贝当的理论非常推崇。从圣希尔军校一毕业就申请加入贝当指挥的33团，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夏尔·戴高乐。和这些和军队流行的战术指导思想完全相悖，导致贝当在军界也不受欢迎，就更没什么晋升的空间了。可也正是因为这些，当大战前期法军一溃千里的时候，贝当的部队却总是能在火炮的掩护下有序撤退。当协约国在1915年于西线发起一连串失败的攻势的时候，贝当的部队却总能在充分的火力准备下比别人取得更多的战果。法国参战不到1个月，他便火线提拔为准将。到了1916年，他已经是第2集团军的司令。而现在，一辆汽车载着这位法兰西未来的拯救者冲破黎明，在冰冷的莫兹河两岸，数10万士兵的命运正悬于一线。这座即将吞噬近100万灵魂的绞肉机，贝当即将转动他的钢铁齿轮。贝当一行人沿着道路奔向法尔登，路上到处都是厚雪和薄冰，越靠近前线，从前沿崩溃下来的残兵败将就越多。公路上每隔几步就被一团乱麻的人堵得死死的。贝当一眼就从这些即将归自己指挥的部队上看到了绝望，拉炮的顽马无助地在结冰的路面上打滑，满载伤员的救护车滑进了路边的沟渠。一名中尉带着75名浑身泥泞的士兵从这位新任指挥官身旁疲惫地拖动着身躯，贝当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终于到达埃尔将军位于迪尼的司令部后，塞里尼回忆说，我们就像踏进了一所疯人院，人人都在抢着说话，打着手势。埃尔将军本人语无伦次，都快要精神崩溃了。一旁的参谋长居然好像不知道手下各军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现场没有标明部队准确位置的作战地图，也没人知道司令部给各部队下达过什么命令。他们唯一可以明确告诉贝当的就是多奥蒙堡沦陷的可怕消息。贝当冷冰冰地告诉塞里尼，这里不适合工作，我们应该去苏伊落脚，在那里先冷静下来。在苏伊村，他见到了把他拉上任的卡斯特尔洛。卡斯特尔洛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匆匆签下了一道决定数百万人命运的历史性命令：死守凡尔登，将所有部队的指挥权于5月移交给贝当。凡尔登的拯救者正式走马上任。他的第一个行动不是去匆忙的部署军队，而是给20军军长巴尔弗里耶将军打了个电话。你好，我是贝当将军，我接任战区指挥官，告诉你的部队要死守阵地，我对你有信心。军长回复道，那太好了，将军阁下，
从此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又给另外一位将军打了电话，最后在回忆录里简洁的记录说，业已确立起上下级联系。然后他又在地图上画了一道要死守的前线位置，当天能做到的一切事情就都做完了，剩下的只有在哪里安顿的问题。在苏伊的村公社里，就连建立简陋指挥部的空间都没有，没办法，他们只能找了一所当地律师的房子。勤务兵们原本想要生火，结果被雨雪打湿的柴火弄得满屋子烟雾。贝当用勤务兵剩下的晚饭凑合吃了顿饭，蜷缩在扶手椅上就睡了过去。第二天早上，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60岁的贝当在学院里走了一夜，住的又跟个猪圈似的。他醒过来就开始发高烧，大夫诊断是双侧肺炎。100年前还没有什么强效的消炎药，这病对于60岁老人来说甚至有可能致命。法兰西的厄运到底有完没完？但贝当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最后几天，他躺在病床上，一边发着高烧，浑身颤抖，一边把塞里尼等人派往前线了解情况，指挥作战，以惊人的速度一手掌控起会战的千头万绪。他很快意识到法尔登的情况不像一眼看上去的那么糟糕。2月25日，法尔登还在我们手里，本身就是一个成功。重要的要塞目前只丢了多尔蒙堡一座，巴沃克斯要塞、塔瓦内堡、木南维尔堡等要塞还在前线顶着。第20军已经赶到前线，另有2个军正在赶来的路上，第3个军也已经在整装待命。黑格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同意从法军那里再接管一段防线。法国的增援力量正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涌向法尔登，只要再撑住2-3天，法尔登前线就会稳定下来。可我们的前线已经遭受到了极大的震撼，随时可能崩溃，已经没有任何犯错的余地了。贝当立刻开始有条不紊地确保起不再犯任何错误。卡斯托尔洛忠于格朗梅松的教条，下令夺回多尔蒙堡。在一次失败的刺阿式冲锋后，贝当立刻撤销了反攻令，只要求下属各级指挥官保存实力，反攻的时机终将到来。各个曾被忽略、武器大批被撤走的堡垒重新成为了防线的核心，重武器重新回到了堡垒，为自毁埋设的地雷被拆除，步兵携带14天的粮食开进堡垒驻守，绝不允许投降。每天早上一睁眼，贝当就问手下的指挥官们：“你的炮兵连在干什么？别的细节以后再说。”法军沿着他接手指挥权那天画出的死守线，建立一组炮火弹幕组成的防御墙。他一再重申，炮兵要给予步兵有力支援，不能让步兵以为自己的炮兵被敌人压制了。当时法军的步兵已经被击溃，炮兵成为了坚守的最后力量。贝当指挥他们不再进行零敲碎打的炮击，而是集中起来协调攻击，力求给予敌人最大杀伤。这对德军马上就产生了影响。帝国档案记载说，从此以后，法军炮兵向多尔蒙以北山谷和道路上倾泻的侧射火力，给我们造成了严重损失。不过，在这个时候，困扰贝当最严重、最紧迫的难题则是后勤问题。由于沿着莫兹河的铁路主干线已经被德军切断，现在法尔登的补给全仰仗于一条窄轨铁路与一条6米多宽的土路，将能够双向行驶。这条细细的生命线随时都有可能被掐断的风险。贝当马上找来了工程师里卡尔德少校，和他一起规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这条公路被划分为6段，每段都有专职工兵和维修站来维护当时还是很原始的机动车辆。这条路仅供汽车通行，任何徒步行军的纵队都必须在2侧的田野上行走，任何在路上抛锚的卡车都会被马上掀进路边的沟里，这里没有他们停留的余地。将军还托了10个地方守备营来专门修建一条宽轨铁路。可另外一个问题是汽车，贝当时总共能调控大概700辆汽车，但是这只能满足每天5%的需求。里卡尔德少校立刻出击，没过2天，巴黎市区的车辆神秘消失，市民们怨声载道，抱怨菜价翻了2倍，而贝当手下已经有了4200辆各式汽车可供调配。100多年前的汽车轮胎是实心的，也没有防滑槽，上千辆卡车就在这条结冰的路面上滑来扭去，很多汽车不是侧翻就是四脚朝天，还有一些汽车起火了，但车流依旧滚滚向前。夜里从远处看去，公路上车辆排起长龙，开着昏暗的车灯，就像一条发光的巨蛇，看不见头也见不着尾。在道路2旁，车灯照亮了行军纵队里士兵们弓着的后背，全法国的血液都在沿着这条细细的血管源源不断地蹦动给凡尔登。2月28日，灾难终于降临了，伴随着大量冰雪融化，几小时之内未经铺装的路面就变成了一地泥潭，在此流通的血液好像马上就要凝滞了。
法尔登似乎很快就将窒息而死。贝当授予里卡尔德全权，让他抽调所有可用的地方守备部队，在80公里长的公路两旁，士兵们肩并着肩排成一条长长的线，不停地往过往的汽车轮下垫碎石。焦急的贝当给里卡尔德打电话询问：公路能挺住吗？一定能。很好，否则我就要下令撤出右岸地区了。上帝再一次眷顾了法国，公路确实挺过来了。在2月28日后1周的时间里，这条公路为法尔登运输了超过2.5万吨物资和19万人。最高峰的时候，法军动用了1.2万辆汽车，每14秒公路上就会开过一辆。贝当还调用了一整个师的人力对这条公路进行永久改造。在法尔登战役10个月的进程当中，里卡尔德的筑路部队据说在公路上总共铺垫了将近75万吨金属，将近2/3的法国陆军都曾踏过这条公路，前赴后继的开赴法尔登。法国人将其亲切地称之为圣路。但非常诡异的是，德国当时有3个中队，总共72架 C4 轰炸机正在待命。此外，皇太子的第5集团军还能动用7艘齐柏林飞艇进行轰炸。倘若这些强大的空中力量在2月28日当天发起轰炸，就会有数不清的被炸毁、正在燃烧的车辆堵塞道路，到处爆炸的弹药车会加剧混乱。重型炸弹造成的弹坑会在多点切断公路，简而言之，这条脆弱的生命线就会当即崩溃。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德国空军却对此熟视无睹。另外，整个战役期间，莫兹河上34座大桥只摧毁了1座，这还是法军自己一不小心炸的。他们为什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德国空军参谋长霍普纳坦诚，我们在当时并不懂航空作战的本质和精髓。贝当的一系列举措都是立竿见影的，后方指挥部和前线士兵们都被注入了士气和活力，脆弱的防线开始慢慢变得坚固，最终就像被钉牢在地面一样。德国帝国档案记录到，尽管部队英勇奋战，付出了重大牺牲，但2月27日仍然是法尔登战役中第一个全线毫无进展的日子。那么，当法国的贝当正在力挽狂澜的时候，对面的德军在干什么呢？然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对面的德军现在居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第1期说到的法金汉的流血致死的理论？在他的预想里，法尔登就像一个砍在法军大动脉上的切口，一点一点的把法国人的血活活流尽。可是战役从头到尾，德军似乎都是奔着攻陷法尔登的目标去的。如果德军真的攻陷了这座城，那岂不是自己放弃了将法军投入血肉磨坊的诱饵？是的，这就是德军在整场战役中犯的最大的错误。这是一场战略意义不明的仗，德国人自己都没有搞懂究竟要不要攻下这座城市。多年后，有人问法金汉的副手塔本上校，法金汉到底是不是真想在1916年2月拿下法尔登？塔本回答道：夺取法尔登从来就不是进攻的真正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歼灭守卫这个地区的法军主力。如果能在这个过程中拿下法尔登，那当然更好。这完全是意义不明的废话。法金汉自己很清楚这场战役的战略目标，但是你敢告诉下级吗？告诉他们，你不是德皇利刃，不是法国征服者，不是去突破敌人的防线，而是去投入一个精心计算的血肉磨坊，而法国人厮杀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有谁能经受起自己的生命不过是一个数字的事实？因此，法金汉什么都没有说，他把这个秘密保守得很好。他暧昧不清地给第5集团军下达了命令，在莫兹河地区向法尔登方向发起进攻，而不是夺取法尔登。除了少数几个亲信，甚至连皇太子与第5集团军的参谋长都完全不知道战役的真实目的。绝大多数德军到死都确信，他们的任务是突破法军防线，攻陷法尔登。法金汉一边假意许诺给皇太子足够的预备队，一边先把预备队当作控制攻势的杠杆按在自己手里，用缺乏营房作为借口，把2个师放在距离战场2天行程的地方，另外还有2个师被远远地控制在比利时。他又强调，德军可用的预备队中至少1/3必须留出来，用于防备英国在索姆河可能的进攻。然而那个时期的英国人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战役策划者的3心2意带来了极其可怕的后果，甚至比法军开战之前的一系列错误还要严重。2月24日，德军已经几乎碾碎了法军防线，从绍尔盖鱼到法尔登的道路出现了12小时的致命空缺，无人把守。皇太子苦苦哀求法金汉再给他2个师，只要这支预备队投入战斗，他就一定能够拿下法尔登。但是法金汉没给，这可能是德军拿下法尔登的最后机会，也可能是赢得战争的最后机会，就这样悄然溜走了。
随着贝当的到来，德国人推进越来越艰难，他们陷入到了自己所制造的麻烦当中。德军的狂轰滥炸击毁了战场上的所有道路，每一寸土地上都布满了巨大的土堆和弹坑，冰雪融化，烂地又变为了一片黏糊糊的泥潭。德军步兵齐膝的高筒皮靴被吸进了里面，重型榴弹炮一直陷到了轮轴，炮兵部队就这样在泥沼中举步维艰，而他们成为了贝当指挥下的炮兵的绝佳目标。一天之内，拉炮的马匹就被炸死了7000匹，步兵的伤亡急速上涨。2月21日至26日，法军损失25000人，而德军的损失只有他们的1/3。但短短3天后，德国人的伤亡也已经飞升到了相同的数字。德军用40分钟轻轻松松地拿下了杜奥蒙堡，却为了旁边的杜奥蒙村反复拉锯了整整1周。村庄反复易手，贝当甚至压上了自己的老部队33团，短短3天就在这个小村庄里损失了700-800号人。重要名单上有一名年轻连长的名字，贝当不由得想起他当初积极追随自己的样子，此人正是夏尔·戴高乐上尉。3月4日清晨，法军第33团残部被从曾经叫做杜奥蒙堡的这片瓦砾堆中肃清，德军终于占领了这里。然而，德军战役初期的锐气已经耗尽，取而代之的是挥之不去的伤亡与疲惫。皇太子和他参谋部跟法金汉在2月29日开了一场会，会议的气氛非常冷淡。第9集团军对凡尔登的当前局势感到失望。当法金汉谈到了莫兹河左岸法军炮兵阵地对德军造成的威胁时，皇太子不由得流露出了我早就告诉过你的态度。战前德军反复演习，指出左右两岸必须同时进攻，甚至凡尔登防御体系的缔造者里维耶都警告法军防御的真正弱点在左岸。但法金汉还在向他心心念念的流血致死，为了所谓的有限攻势不听。现在他终于答应在左岸发起攻势，还调来了新的第6后备军，远超他本应在4天前调给皇太子的预备队。新的一轮攻势即将发动。莫兹河两岸的地势截然不同，右岸万壑绵延，陡峭的山脊上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左岸是开阔的丘陵地带，羊群在宽广的坡地上吃草，山谷很宽，树林也很稀疏，视野很开阔。德军将主攻目标选定在一块长长的光秃秃的隆起高地，这块高地名叫死人山。拿下死人山就能消灭部署在此地给对岸德军造成大量杀伤的法军野战炮群，还能有效控制通往法尔登的下一道山岭布鲁森林。法军的另一支重炮群就集中在那里。从德军前沿到死人山只有3公里路，似乎只要一次全力以赴的冲锋就可以将其攻下。但是死人山这个名字出现于法尔登战役之前，来自遥远的另一个时代，某场早已被人遗忘不可考的战役，似乎从一开始就充斥着不祥。3月6日凌晨，德军暴风骤雨的炮火横扫了左岸的法军阵地，灰色浪潮黑压压地朝着莫兹河扑来。在这里防守的67师是新部署过来的，还没有经受过德国佬的骇人轰炸，不出半个小时，所有和后方的联系全部中断，法军瞬间动摇。德国人还提前隐藏了一列装甲列车，此刻突然杀出，为冲锋的步兵提供掩护。他们势如猛虎，在布拉班特和上普纳维旋风般的渡过了泛滥的莫兹河，打出一个漂亮的前行攻势，包围了雷涅维尔的法军。布鲁森林的炮群赶紧射击，尝试挡住德军，可是很多炮弹扎在岸边松软的沼泽泥塘里没有爆炸。惊慌失措的情绪在守军中迅速蔓延开来，第67师仓皇撤退了。战斗才打到第2天，这个时已经有了3000多名士兵投降。巴泽莱尔将军气急败坏，下达了可怕的死命令：机枪和炮兵将对准任何继续撤退的部队。可这根本没用。到了7日下午，德国人已经突破了考布森林，距离死人山只有1步之遥，不能再退下去了，否则整个左岸将被突破。巴泽莱尔将军命令马克尔中校率领一个精锐团发起一次绝死的反攻。这位英朗的中校在8日日出之前就被勤务兵叫醒，冒着狂乱的炮火开始优雅而仔细地为进攻梳洗打扮。因为缺水，他用部队配发的红酒细细清洗了胡须。随后他跨出战壕，号令他的士兵摆成拿破仑战争时代的密集队形，肩并肩成紧密的3列纵队，以稳健的步伐开始踏上通往森林的400码无人区。而马克尔就在最前方带队，镇定地抽着雪茄，挥舞着手杖。德军机枪和炮弹在进攻队伍里立刻撕开一个又一个的大缺
口，而战士们一再以惊人的勇气收拢队形，稳步向前。恐怕拿破仑的老禁卫军也不过如此。在离阵地还有100码距离的地方，马克尔的战士们挺起刺刀，径直向德军杀去。德国人被这种自杀般癫狂的冲锋给打懵了，他们前一天才冲进森林里，又立足未稳，法军直接冲垮整道阵线。早晨7点20分，法国人几乎收复了整个考布森林。法军干净利落的反击，在最紧要的关头打乱了德军在整个左岸地区的作战计划。他们匆忙取消了原本用来掩护最后总攻死人山的炮击，转而全力巩固6日夺取的阵地。等到10日，德军再次把法军赶出考布森林时，法国人早已从最初的挫折中恢复了过来，并站稳了脚跟。后面1个月，从这个方向通往死人山的前线基本没有再移动过。但是皇太子的第2次进攻还远远没有耗尽动能，这次德军的增援部队正源源不断的开道。3月14日，德军又有6个师以上的兵力再一次对死人山发动正面进攻。在法国人看来，德国人似乎愿意付出无穷无尽的人力和炮弹，日复一日的发动攻势，就为了拿下这座荒芜的小山丘。此后的2个月里，在这座狭小的战场上，无休无止的重复着上演着同样单调且致命的拉锯战。德军先花数个小时实施饱和炮击，然后派突击部队对法军防线发动冲击。这里已经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战壕了，冲上来的德军占领的所谓攻势，大部分只是连片的弹坑而已。德国人也没有比法国人好到哪里去，德军进攻的势头一旦耗尽，法军总会在24小时之内发起反击。在布鲁森林法军炮群的支援下，把残余的德军再次赶出阵地。这样的进攻就像德国人与法国人之间潮起潮落，浪奔浪回，陷入到无止境的往复运动中。而这样的潮汐总要付出重大的代价。到了3月底，双方的总伤亡已经来到了17万。最令德军可恨的是，就是他们每次冲出战壕向死人山高地发起进攻时，总会遭到侧翼304高地的重大杀伤。忍无可忍的德军决定先拔去它。304高地是攻下死人山的关键，死人山又是攻下布鲁森林的关键，布鲁森林又是攻下法尔登的关键。法金汉的有械攻势此刻已经成为一个硕大的肿瘤，无比臃肿。3月20日，德军从马朗库尔和阿沃库尔之间的森林地带撞出一个突破口，4个小时之内就击穿了防线。法军1个旅在被包围后投降了，德国人俘虏了2800人，并缴获25挺机枪和12门火炮，其中包括旅长和2名团长。但似乎每次都是相同的剧本，德军在法军防线上砸开一个口子之后，又立刻被堵死。22日，德军尝试扩大战果，可马上遭到法军机枪和炮火的疯狂反扑，2400名德军的鲜血血沃了整片森林。4月9日，德军沿莫斯河全线发动了自2月21日以来最大规模的攻势，地图一举拿下2座高地。死人山在双方大炮的集中攻击之下，像火山口一样冒着浓烟烈火，双方在上面来回拉锯，很难分清哪一方实际占领了它。突然，德军参谋部里爆发出了一阵兴高采烈的欢呼声，我们终于攻克了死人山。然而前线的士兵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他们满身伤痕，艰难地爬上了265高地。硝烟散去，死人山的主峰295高地还在数百米开外，参谋部只不过是把265高地误标做了主峰而已。这3月以来，德军虽然每次进攻都能把法军阵地砸得这凹一块那凹一块，却总是无法真正的突破防线。贝当在4月9日罕见的流露出了一丝乐观情绪，对于我军来说，4月9日是充满荣光的一天，还引述了圣女贞德的名言：我们满怀勇气。自4月9日总攻之后的12天里，雨一直下个不停，一切作战行动都被迫暂停。双方军队不得不趴在布满尸体的泥坑里，炮击把地上的烂泥翻搅得浓稠异常，仿佛黏糊糊的黄油。士兵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踩上去，稍有不慎就会摔倒在泥地里。地面上的巨大弹坑积满了雨水，要是有士兵一不小心掉了进去，直到淹死都爬不上他那湿滑的边缘。如果有战友愿意停下来伸出援手，那么结果大概是2个人一起掉下去淹死。5月3日，德军重启攻势，这一次他带来了500多门重炮冲击法军1.6公里出头的前线，连续轰炸了2天1夜，喷起的硝烟甚至一度冲到了法军侦察机。没人知道各个团互相交错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士兵们根本不敢挪动，上级下达命令，把士兵们一摞一摞的叠成了血肉人墙，以此抵挡德国人的炮火。可就然这样，当德军步兵冲上高地的时
时候，仍然有蓝头盔像亡灵一样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朝他们射击。在进行了整整3天的白刃战之后，德军终于才拿下了304高地。士兵们占领这里以后，马上要求上级发放双份香烟，掩盖令人难以忍受的尸臭。根据战后的最终统计，为了保卫这块小小的山丘，大约有1万名法军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304高地失陷后，死人山也没有法军的立足之地了。到了5月底，德军最远曾打到沙唐库尔的火车站，并在布鲁森林山脚下回旋，但他们再也没有力气去进攻了。德军花了3个月，用数十万人的代价去做他们本该在2月份就做的事情。到了这一步，德军的法尔登攻势实际上已经完全失败了。5月1日，德军的伤亡已经达到12万人，而在5月底，法军的伤亡也已经上升到了18.5万人。战役已经完全超出了双方的控制，投入了如此多的资源，伤亡了30多万人。法尔登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他在战略上的价值，成为了法兰西和德意志2个民族间民族荣誉感的奖杯。似乎赢下这里，法兰西就能洗去自187年以来的所有耻辱；赢下这里，德意志就能再现187年的光荣事迹。撤退这个词就像喉咙里的痰一样难以吐出。双方像赌徒一样不愿放弃已经沉没了成本，源源不断地往这个深不见底的血盆大口里投入硬币，直到有一天，一方手上的筹码全部输完，法尔登战役已经失控了。然而，在交战双方前线士兵的日记里，情况却是完全反过来的。两边都越来越少提到敌人的残暴，似乎法德之间的国仇家恨变得不再重要了。战斗本身成为了可怕的敌人，战斗开始拥有自己的人格，成为客观存在的个体，而它存在的目的就是无差别的毁灭一切人类。士兵越来越多的用魔鬼、怪物、巨兽和怪兽等拟人化之类的称呼指代战斗本身。这头怪物不分国家、民族，每天吞噬人类的胃口永无厌足。在对战争巨兽共同的憎恶面前，一切其他的情感，比如爱国热情和好战情绪都变得不值一提。同时，这种憎恶又伴随着一种无望的听天由命的情绪，在整整一代德国人和法国人心头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新到法尔登战场的部队最不习惯第一件事就是到处充盈着的尸臭，有人甚至觉得毒气弹的味道相比之下都好闻多了。在炮击不断的法尔登战场上，要野蛮一具尸体往往意味着再死2个人。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将尸体用帆布卷起来，然后从战壕扔到最近的炮弹坑里。大多数惨白的尸体后来都在那些灌水的弹坑里浮起来，随后德军或者法军的炮弹又会在里面炸开，尸体被反复的肢解，水沟里充满了无法分辨的残肢断臂。随着日期逐渐向夏天靠拢，在太阳的曝晒下，水坑里肿胀的手、腿或者是头在水面起起伏伏，豆大的苍蝇在上面萦绕。另外一些时候，你能看见战壕墙壁上露出来的死尸，有脑袋、腿，还有半边身体。血肉和肠子在炮弹的巨大冲击力下整个拍在上面，绝大多数时候你是分不清血肉和泥水的。很多人都有疑问，为什么现代战争流出来的视频里往往见不到敌人？这种情况早在100多年前的法尔登就出现了，很多在法尔登参战的士兵都曾提到过他们曾2次、3次的上前线，却从没有见过敌军步兵。绝大多数杀伤都是用机枪或火炮打出来的，步兵绝大多数时候只能看见远处硝烟里几个模糊的身影，他们唯二能见到的东西就是硝烟和爆炸。每个人一听见远处炮弹飞来的声响，整个身体都会反射性的蜷缩起来，随后便是巨大的声响冲进他的耳膜，然后身体连同的整片大地被掀飞，最后滚烫的泥土和灼热的弹片铺天盖地的砸到他身上。再顽强的心灵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终有一瞬间你的大脑会麻痹，身体再也不会做出本能的躲避，甚至连祈祷力气也不会再有。从前线撤下来的士兵承认道，法尔登真可怕，因为你不是在和人类作战，你是在和物质作战，就像在和空气打仗一样。很多时候别说敌人，你连友军都看不见，增援部队往往会借着黑夜的掩护向前线靠拢，可这些可怜的新兵刚开到半道就会被对方的炮火炸散。在黑夜与硝烟中，这些新兵们会像无头苍蝇一样茫然地寻找己方阵地，可前线已经根本不存在什么所谓的阵地了，等待他们的结局往往只有天亮之后被机枪扫成筛子。
渐渐的，在前线的人们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对于生命越来越漠视，人性好像在战争中被抹消了。坎帕纳少尉曾冷血地拍摄过一具被炮弹炸死的手下士兵的尸体，这具尸体从肩至胯被炮弹劈为2半，敞开在那儿，就像挂在肉铺橱窗里被掏空了内脏的一扇猪肉。他后来把照片发给一个朋友，证明自己能够活下来有多么幸运。他同样也回忆起3月1天夜里，我看到有个人正在一个漂浮着绿色脏东西的泥潭边贪婪地喝水，就在水坑里有一个死人趴着，早已肿胀不堪。雷蒙·朱贝尔在死人山高地上撤下来的时候，发自内心地问了自己3个问题：你在进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绪在支撑着你？我脑子里想的只是赶快把脚从吸住鞋子里的泥泞拔出来。在进攻中幸存下来后，你有什么想法？我在抱怨，因为接下来我还有好几天喝不到配发的红酒。你的第一个举动难道不是应该跪下来感谢上帝吗？不，我的第一个动作是尿了。法军的军事医疗服务一向都组织得很差，在整个法尔登战役期间都供不应求，外科医生永远不够，救护车永远不够，药品永远不够。收容站中人满为患，许多重伤员已经在这里等了好几天。尽管他们奄奄一息，痛苦呻吟，但每当有医生从他们身边走过时，这些重伤员仍会使用全身最后一丝力气抓住医生的裤脚，含着眼泪祈求被后送。最怕的事情就是被贴上无法运送的标签。被摆放在收容站外寒夜里的不只有那些明显伤重不治的人，还有些人是因为伤势太过复杂，以至于医生都无暇查看的，甚至有些人仅仅是因为看起来治好了，也无法再上战场。不久，德军的炮弹就在这群伤员中炸开了。不过，这倒减少了医生的工作量。在收容站里面，医生竭尽所能地把巨大弹片造成的可怕伤口缝合上，周围的垃圾桶里装满了截肢。然而，法军的情况其实已经比德军好很多。被当深知前线战士们的磨难，只要部队在前线稍微显露出疲惫，就会把部队轮替下来。一个师往往只要在前线待几天就能下来休息。为此，贝当几乎吸来了全法国7%的部队，一刻不停地进行着轮替作战。德国人的做法却完全与之相反，德军参战的部队只有法军的2/3，他们总是喜欢把新兵刚出来的补充兵大量填进老部队，老兵早已被高强度的消耗战碾成了芡粉，新兵还没有熟悉战场就消失在了爆炸之中。2月27日，艺术家弗朗兹·马克从前线写回了家信，充满了惊叹的语气。法军防线被全面突破，没亲眼见到人绝对想象不到德军进攻的强大威力。短短3个月后，卢贝尔少尉的日记已经换了一副完全不同的语气：人类疯了，肯定是疯了，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这真是一场大屠杀啊！场面是如此的恐怖，我都无法形容自己的感想，地狱都没这么可怕，人类疯了。在这个疯狂的战争中，总会有人做出一些疯狂的事情，不过是另外一种方面的。5月8日，多尔蒙堡内部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灾难，起因是有些巴伐利亚士兵在翻过来的无烟火药箱上煮咖啡，用的燃料是从手榴弹里面挖出来的炸药。本来小规模的爆炸引爆了一堆手榴弹，最后又点着了几个喷火器的燃料储存罐。几分钟之内，着火的液体燃料沿着堡内的走廊流得到处都是。在守军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之前，燃料就燃烧到了装满155毫米炮弹的弹药库，弹药库随即发生了大爆炸。多尔蒙堡内的守军要么被当场炸死，要么被沿着走廊传送的冲击波撕裂了肺脏。再远一点的地方，那些没被炸死、正死的幸存者被火焰夺去的氧气窒息而死。堡内的所有灯都熄灭了，恐慌随即爆发。那些经历过拥挤和互相踩踏而有幸逃出多尔蒙堡的幸存者们，面临的命运更加悲惨。他们从浓烟和混乱中涌出来，军装被撕碎，脸虚的漆黑。外面的德国守军一看是法国非洲外籍军团杀过来了，于是立即开枪扫射，把他们全部撂倒。这场事故总共造成650人死亡，第12支弹兵团的整个团部覆灭。直到今天，这些死去的德军还被封存在多尔蒙堡一个被爆炸摧毁的内堡内。这次爆炸，法国人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在过去3个月间，法军对于那座巨大的多尔蒙堡望眼欲穿，无不神往。
只要能够夺回那里，无疑将在法兰西民族的丰碑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有比现在夺回多尔蒙堡更好的时刻吗？第5师师长芒让集中了大约300名大炮进行炮火准备，其中包括被寄予厚望的4门370毫米重型工程炮。进攻前5天，法军每天都向目标区域倾泻1000吨炮弹。芒让在进攻前拿到了一张航拍照片，满意的说，在这样的炮火准备下，我们可以背着步枪走到堡垒，因为那里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可他不知道的是，他引以为豪的重炮没有在堡垒的主体上打出一个裂缝，并且德军已经提前2周拿到了法军进攻计划的所有细节。5月22日，进攻发起之前35分钟，有2发德国炮弹打进了法军战壕，许多老兵忍不住打了个冷战，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德国人在试射，就等他们露头了。随一声号响，法军士兵跃出战壕，朝着他们辉煌的目标冲去。旋即，德军的炮火就席卷了整个第129团。其4团的一个营惊骇地看着自己左翼的一个营被德军炸得全军覆没，右翼的另外一个营还没来得及翻出战壕，就被炮弹横扫。可法军在此刻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战斗气概，第129团硬生生地穿过冰雹般砸下的炮火，11分钟之内就冲到多尔蒙堡面前。在堡垒内部，重炮炮弹沉闷而震撼人心的回响被一种更尖锐、更刺耳的警报声代替。手榴弹，法国人来啦！无数蓝军装如潮水一般涌上多尔蒙堡，他们在顶部建起一个防守严密的机枪阵地，从那里法军可以扼守整个多尔蒙堡的上层结构。守军意图从正面夺取机枪阵地，先是第20团的50名士兵冲上去，被法军机枪打倒了33人，然后70名列兵再冲，只回来了15人，最后冲上去的40名近卫掷弹兵只剩2人爬回堡垒里边。法军还顺着坑道渗进了堡垒内部，他们没有遭遇抵抗，一度跑到了中央过道。22日晚，双方都向上级汇报说法国人占领了堡垒。芒让的参谋已经准备好受勋军官的档案，和进攻方的情况开始急转直下。冲进堡垒内部的法军遭到了德军果断而坚决的反击，被赶了出去。第129团的士兵在堡垒顶部苦苦坚守，被压缩在一个狭小的突出部里。芒让冷酷无情的一次又一次派出增援部队，但是德军火炮打出一连串致命的火墙，横亘在法军阵地和多尔蒙堡之间。救援部队伤亡惨重，死人一度堆满了战壕。23日夜，德军运来了一具重型掷弹器，架在了离法军堡顶机枪阵地不到80米的一个死角处。8发炸弹在空中慢悠悠地向法军飞来，他们甚至能清晰看见炸弹在空中划出的优美弧线，随后在机枪阵地中炸开。不等爆炸的硝烟散尽，德军3个连跃出地堡，扑向被炸得还没回过神来的法军幸存者。这就是战斗的结局。那天夜里，法军尖刀部队少数残部三三两两地爬回出发阵地，他们的损失高得惊人，仅被俘的就有1000来人。芒让的第5师连一个连的预备队都没有了，前线一度出现像2月24日近500米宽的危险空洞。从这一天开始，法军内部有关违抗经济、哗变等报告令人不安地增多起来，并在未来6个月再也没有减少过。但这个时候，有的观众可能就会有疑问：贝当不是一向对进攻非常谨慎的吗？怎么会发动如此灾难性的攻势呢？事实上，这场战斗确实不是贝当发起的，或者说，这个时候贝当已经被踹出了凡尔登。在贝当上任之后几周之内，霞飞就后悔了。当然，贝当上任后没有丢失多少地盘，但他似乎只为一味的坚守和后退，这在法军内部可是离经叛道的行为。霞飞一直在催促他策划一场大规模反攻，可贝当总是置若罔闻。霞飞之所以那么有信心，是因为法军离谱的情报处，他们是这么测定双方伤亡的：如果法军这边的伤亡数字是2，那么情报处就会在德军那边添一个3，每过2周，他们就会在德军伤亡那边再加上10万。因此，霞飞手里的情报宣称，在4月1日，法军的伤亡是6万5千，而德军已经达到了20万，所以他一直坚信德国快无兵可用了。那为什么不发起反攻呢？同时，贝当的轮替作战几乎把整个法国陆军投进了凡尔登，可霞飞还在策划他心心念念的索姆河攻势。只要索姆河发起进攻，情况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于是，贝当成为了挡在他面前的最大麻烦。但问题在于，贝当此时已经成为了拯救凡尔登乃至法兰西的大英雄，而霞飞本人由于在战役早期的操作
声望已经跌至了谷底。这个时候，赤亚贝当无异于玩火自焚。夏菲想出了一个馊主意。4月19日，卡斯特尔洛给贝当打来电话，恭喜他高升，即将升职为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然而贝当却出奇的愤怒，他知道虽然与法尔登作战的第2集团军在中央集团军群的编程之中，但从今往后他必须把精力分到其他战线上，再也无法直接指挥法尔登战役，自己实际上被架空了。贝当这位法尔登的英雄就在这场明升暗降中被悄悄地踹出了法尔登。那么谁来接替贝当的位置呢？尼维尔。尼维尔与贝当的性格完全相反，这个人温文尔雅，礼貌周到，潇洒而雄辩，跟政客们打交道时如鱼得水。如果说霞飞在面对政客的批评时只会把自己说成一个球，那尼维尔则会用自己的个人魅力说服政客。之前锐评过贝当的议员阿尔贝弗里这样评价尼维尔：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极佳，用清澈的眼睛直视你，思路有条理而精确，说话不虚张声势，对任何事都有良好的常识。最为关键的是，他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格朗梅松信徒，信奉单靠意志力就能克敌制胜。他的野心和自信都是无穷无尽的，坚信只要能达到胜利的目的，代价和手段无关紧要。那句著名的他们无法通过，其就是尼维尔说的，而非贝当。5月1日，在塞里尼与贝当从法尔登离开的时候，他听见尼维尔走上台阶，大声宣称：我们已经掌握了胜利的公式。在贝当离开法尔登之后，仅仅几天，霞飞就取消了轮换作战机制。随后，尼维尔便指挥自己手下最得意的将军芒让，发动了这场对多奥蒙堡灾难性的攻势。从此以后，法尔登的法军再也不能指望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力军，需要做出总部要求他们做出的奇迹。在往后的6月里，贝当基本失去了对法尔登的控制，法尔登已经不再需要他了。但是对于这个英雄来说，法尔登还远未结束，这场战役永久性的在他身上留下了些痕迹，或者说刻在他的灵魂上。贝当与其他一战名将，例如霞飞、福煦和黑格有很大区别。霞飞极少视察前方地区，也只有在受勋和检验部队的时候才会见军长以下的军官。他无法忍受看到战争现实的残酷，因为那会打破他精神的宁静。有一次，他在给一名双目失明的士兵颁发军人勋章后说道：我再也不能看到这样的景象了，否则我就再也没有勇气下令进攻了。黑格的儿子乘着父亲，认为自己有义务避免视察伤员受战，因为这会让他浑身不舒服。贝当则常常突然视察前线，在进攻战之后立刻亲自颁发勋章慰问伤员。他每一次视察野战医院的时候也会难受，可是绝不因此而逃避这方面的职责。有一次，他被一名受了致命伤的18岁小兵感动的决定自掏腰包，让这个年轻人跟妈妈见最后一面。贝当对于士兵的爱护是发自内心的。他在视察一个损失惨重的团时说：你们唱着马赛曲发动冲锋，这很英勇，可是下次进攻的时候不用唱马赛曲了，伴随你们取胜的将是足够多的大炮的轰鸣。有一次，他发现第2线的休整营地竟建在能够听到炮声的地方，便破口大骂部队指挥官蠢货。还有一次，在法尔登战场上，一名营长在收到军粮的同时接到了开拔的命令，于是下令士兵饿着肚子出发。贝当听说的时候骂道：此人甚至不配当一名下士。贝当与别的将军不同，他在基层待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他非常清楚前线士兵的悲惨处境。正因如此，他才会采取轮替作战，正因如此，他才会用物质去对抗物质，而非人命。也正因如此，法尔登摧毁了贝当。他在日志里写过这样一段流露感情的话，在其他名将的笔下很难看到这样的字句。当我看见20岁出头的年轻人开赴法尔登这座熔炉的时候，我的心沉了下去。我想到正处在无忧无虑年纪的他们，很快就会丧失初次作战的热情，在苦难的摧残下变得麻木而疲惫。从前线回来时的他们多么消沉啊！有个形单影只，因伤病或脚痛而掉队，他们的表情难以描述，仿佛被所见证的恐怖凝固住了一般。他们的步态和身姿显露出至深至重的悲伤，在最可怕的记忆的重压下弯下了腰，任何话语也不能在他们饱受折磨的心灵唤起任何回响。贝当太过感性了，他看着自己亲手把一支又一支部队派去法尔登这个熔炉，然后看着这些部队零零散散的像孤魂野鬼一样的走回来，他内心无非还是一个老实巴交老农民，无法忍受如此巨大的落差。这种感性后来变成了悲观主义，再后来变为了失败主义。黑格在法尔登战役之前见过贝当，
我发现他很专业，学识丰富，而且说话言简意赅。但然而，在1918年3月，德国最后一次豪赌般的鲁登道夫攻势发展到顶峰的时候，黑格却发现贝当，他看起来很糟糕。作为一名指挥官，他看上去十分恐惧，惊慌失措。戴高乐说自己之所以会追随贝当，就是因为他身上那求真务实的精神。贝当反复强调他最喜欢的格言：你不能用人跟物质对抗，应该依靠人来利用物质，这才是作战的正确方式。但是在凡尔登战役之后，贝当开始越来越极端，他似乎已经忘记了依靠人这句话，能够对抗物质的好像只有物质。求真务实的贝当不见了。1922年，他就呼吁建造一堵能够永久抵御那个不安分敌人的法兰西墙。在他的指导思想下，整个法兰西的军事方向在一战以后来了个180度大回旋，攻势、堡垒、防御才是打赢战争的途径。这位曾经形单影只对抗格朗梅松进攻教条的英雄，现在自己创造了另一个教条。可以说，贝当拯救了凡尔登，而凡尔登摧毁了贝当。他的灵魂已经与无数法军士兵一样，死在了那个恶魔熔炉之中。1940年6月14日，德军装甲部队兵临凡尔登城下，24小时之后，纳粹旗帜就在凡尔登上空飘扬。第二天，法国的新一代政府束手无策，祈求84岁的贝当接手这个烂摊子。他很快请求停战。不过之后的故事对于1916年的凡尔登来说还是太过遥远了。贝当在这里的故事已经落幕，而尼维尔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他将率领法军做寸土必争的斗争，而在对面，一款新型武器正在运抵德军前线。法金汉准备赌上一切做最后一搏，双方都将目光放在了一个小小的堡垒上面。这个堡垒的名字叫做巴乌克斯要塞。